问这生谁做主宰？有些隐秘成为障碍。我这扇窗从未打开，世间一切不可以进来。难道现实没人能配一对，剩低我和我是同类？留下绝密事情纏结在心里，梦想要拼命去追，唯有你最明白我，天窗解了锁，谁想等失去那天悔不当初，我仿佛从头活过，看似一生为了什么，不必怕闯祸，无惧烧起火。海兰，你被下了毒，现在昏迷了。我希望你帮我们找出谁是凶手。凶手是不是不止一个人？是一男一女？是不是你同事、家人、网上的读者？他手指动了，我现在去找医生。医生，病人怎么样？病人可能脑部受到刺激醒了。如果你们想问话，不要太久，他需要休息。明白。谢谢你。我记得那晚，我把《血迷图》那本小说下架，之后我就跟麦一起下楼，后来自己一个人去取车。我听到猫叫，就拿罐头去喂猫。我只记得这么多了。我醒来之后就在这里。你说的一男一女到底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只看到个影子。刚才我们这里做磁共振测试的时候，你说知道。你再仔细想想。别再问了，继续问也不会有结果。他受了那么大刺激，一定很混乱。让他休息吧。海小姐，休息吧。大脑受到刺激，记忆就像碎片一样，很零碎，很不完整。你信海兰说的话？你觉得呢？这次我信韦瑞杰。脑区沟通法有学术根据，在英国做过相同的实验，媒体也报道过。原来你也会做资料搜集，没听你说过。我做事从来不会只靠一张嘴。喂，你平时装的那么凶，是想吓唬下属，还是想让上司觉得你有勇无谋，没有杀伤力？你的躁郁症也控制得很好，时有时无，办事的时候的确很方便。现在程 Sir 也有点怕你。没错，我发起疯来，我自己都觉得害怕。现在可以肯定，这个海兰跟小说杀手的关系非常不简单。至于是什么关系，我会调查。喂，我想再找一个人来帮我们。你想找他？处长跟程 Sir 一定不批准。我有把握搞定处长，搞定了处长，程 Sir 绝对不是问题。你已经想好了？你同不同意？不反对就是同意了。特案组有他，才算是特案组。会有用的。找我当特案组的顾问？对啊，你又不是没当过。我现在是血字案的疑犯，说的是9根手指，10个受害人。还有一个人没找到。那天江 Sir 说的，如果我坐牢，要坐好几辈子。所以我劝你直接认罪，之后就可以专心当特案组的顾问。聂 Sir， 我治好你的躁郁症，马上就有别的病。你想说我有妄想症？
你又不是不认识我，没把握的事，我怎么会说出来啊？你为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？其实我或多或少从你身上学到一些心理剖绘。陈正超拿走你血字杀手的绰号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为什么血字杀手要切9根小手指，写22个不同的血字？这22个不同的血字看着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有，只有血字杀手知道什么意思。我很期待他在法庭上一字一句的解释给所有人听。喂，你不是在等这个机会吗？如果错过这次机会，杀那么多人有什么意思？不就像那些疯子一样在街上乱砍人，没什么区别，对吧？韦瑞杰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刑侦之父，厉害。你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心动。小说杀手很可能跟你是同一类人。如果你能把他找出来，证明你比他厉害，多一个高智慧罪犯陪你坐牢，多开心啊！好，我回去考虑一下。你让我见完2位朋友，再给你答案。好啊，你想见谁？朱姬，还有叶朗晴。他是我之前治疗过的病人，叫苏国成。苏国成，拿好身份证。谢谢。麻烦你把手机拿出来。要几部？你有多少就拿出多少啊。哦。还不走？要不要拿别的东西？你还有什么？都拿出来。怎么样？最近还有没有买很多手机？没有，最近少买很多，1个月才买1部。你太太呢？她好吗？我太太很好啊，最近我们家多了一个新朋友，他们俩经常聊天，而且她现在没有逼我戴口罩，有时候我晚上还可以抱她、牵她的手，这都要感谢你，韦医生。这样多好。以后我没那么多时间为你治疗了。你的孤僻症要靠你自己多认识朋友，知道吗？我可以用几部手机，申请几个账号，认识不同的朋友。多认识朋友才能帮助你治病。还有，别忘了经常跟你家里的那位朋友聊天，别让他觉得无聊。有机会，我也想去看看他。好啊，我回去跟他说。好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猜我给你买了什么？甜品啊！一会儿等我把事情做完，我们一边聊天，一边吃甜品，好不好？乖。差点忘了跟你说，我今天见过韦医生，他说如果以后有机会，一定会来找你。你放心啊，住在这儿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又弄到那么晚，朗晴睡着了。哦，儿子，你是不是答应了聂山去见那个韦瑞杰？
聂嫂她跟我说，她说这是韦瑞杰提出的要求，如果我愿意见他，他很可能会认罪，同时当特案组的顾问。这个人太危险了，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差点被他害死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过我研究连环杀手那么久，真的很想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就拿这个字来说，它的读音是方，它的意思是一个方形的器皿，它写在死者的背上。会不会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字？儿子，你对他太好奇了，很容易被他利用，就好像喜欢玩火的小孩，早晚会被火烧到自己。我对他已经有所防备了，你放心了。他一直在针对我，他当时放过朗晴，只是为了想跟我斗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辈子。而且我真的很想解开这个谜题。或许所有的犯罪心理学家都想跟连环杀手做好朋友，他们才是最了解彼此的人。看来我劝不了你。那好吧，自己小心点啊。别太晚睡。知道，妈咪。这种猴头菇要用温的洗米水泡2个小时，再换几次水，这样就能去除它的怪味和洗干净了。哇，煮这个汤很麻烦，你还要煮？我老公呢，最喜欢抓犯人还有查案，他忙起来就会忘记吃东西。终于有一次胃出血，然后晕倒。没想到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问那个犯人在哪儿。真的假的？有人跟我说，猴头菇响螺汤可以健脾养胃，所以我才煮给他喝。哦，我1个星期都煮这个汤，他一直没空回来喝。胃不好对吧？喝鲜奶。早啊，聂山。是你啊。一个男人住这里，也算是挺整齐。你做的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我觉得好像日思一直在这里陪着我。我想起他说的话，我的胃好多了。会不会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，所以日思才走？你在山上把话都说出来，心情也就变好了。这么早来找我，不会只是为了说这些吧？你想知道日思的事，所以我过来告诉你啊。这里有一壶汤，是日思在马来西亚经常煮的汤。他说提前煮好，见到你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给你喝。
丝的汤是这个味道。猴头菇响螺汤，我就是煮不出这种味道。这是日丝煮的，他肯见我了。跟我合作，我带你去见他，好不好？聂 Sir， 交给你，麻烦你签名。谢谢 Sir。苏国成，你见过了，朱姬还没见。他在里面等你，一个人，没录像没录音，你可以放心。你真的很希望我当特案组的顾问吗？是你认罪之后，当特案组顾问。让我进去见完最了解我的对手，再答复你。一言为定。为什么想见我？你说还有很多事情想问我，我就约你来这里。是不是今天我问什么，你都会说实话？沟通是双向的，只是我说那多没意思。你研究血字那么久，试着说说你的看法。人为什么会有文字？人跟动物不同，人用文字沟通。你写这些血字，我相信一定有某种你想表达的意思。这里9位受害者，去除重复的字，一共22个血字，而最特别的就是这个方字。这个方字在古代是盛放东西的器皿，在笔记分析中，它就像英文字母的 I， 上面那一横代表母亲，下面那一横代表父亲，中间一竖代表自己。你捅破了上面那一横，代表你对母亲的不满；一竖没有碰到下面那一横，代表对父亲的疏离。我猜你小时候，你爸爸就离开你了，对吧？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虽然我妈有很多种说法，我一个都不相信。照理说，你应该跟你妈妈的关系很亲密，但是看看这个字，你对妈妈又怕又恨，这个根本就不是马字。你想写的是妈，因为你对妈妈的恐惧，你连妈字都不敢完整的写出来。你从这个字还看到什么？这个字里面有很多叉叉、勾，还有积木，最后那4点你写得又直又重，代表你对妈妈充满着不满和愤恨。你一直压抑在心里，要通过杀人的行为，心里才可以平衡。我猜这里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你妈妈曾经对你说过的话，骂过你的话。她每一句伤害你的话，你永远都不会忘。儿子，拜托你走快点，才拿那点东西。哎，放下！你知不知道你害我没办法上班，被你害死了？大家都嘲笑你的眼睛。不要，妈咪！不要，妈咪！你就像个怪物，我不要你啊！你就像个怪物，你知不知道你害我被别人说生了个杂种，还说我在外面偷男人？我真的很后悔把你生出来，我生一块叉烧吃掉更好。看来我说中了，你写妈字有缺笔，我相信方字也没有那么简单，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未完成的缺笔字，而它跟你妈妈谭玉仪有关系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提这个字。宋词有一句“酒满以服金仪”，就是用这个仪字。我相信你妈妈以前就是用这个仪。不要说，不要再说这个字，
不要再提这个名字。他根本不接受这个名字，因为他是一个不肯接受现实的人。他不肯接受我的绿眼睛。他说这个字又丑又奇怪，就像我的绿眼睛一样。大家都不会读，大家都笑他，所以他才把这个名字改了。这不是我的名字，别叫我谭玉仪，我是谭玉仪，记不住是吗？你给我写100遍，写100遍谭玉仪。总之他不喜欢的，他就要改。我希望他考虑过戳瞎我的眼睛，这样以后他就不会被说偷男人，生了我这个绿眼睛。我能明白你的感受，因为靳峰也曾痛恨他妈妈。靳峰很幸运，解离出一个你，替他承担痛苦的回忆。所以你选择了另一种方法。谭玉仪留长头发，她喜欢穿白裙子。你每杀一个跟她特征相同的人，才能发泄你压抑在心里的愤怒，对不对啊？切下他们的手指，用他们的血在背上写字，全世界就会知道谭玉仪的罪行。9根手指里，现在只有1根还没有确认身份。我相信这根手指是属于谭玉仪，她曾经用她的手摸过你，打过你，扇过你，让你很恨她，所以你杀了她，还把她的手指切下来。我们很好了，我在家经常跟她聊天，跟她喝咖啡，她要喝很甜的，喜欢放3颗糖。你一直把她留在你身边。他没有在打我，没在骂我。诊所那副不是人骨模型，是谭玉仪的骸骨。我们一直没有留意，她应该是没有小手指。你现在把她藏在哪里？她是我的亲人，我一定要保护她。不过你只是个人格，这种事你不会懂。我是人格，但是我还有人性。我的诞生是为了保护靳峰，我还会尽力保护朗晴和妈咪。那么 Matt， 你现在像在欺凌他，禁锢他。为什么你跟靳峰一直不让他出来？我们不想他闯祸，是为了保护他。其实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 Matt？ 为什么他睡了17年？我想你们3个之间的秘密，你跟靳峰应该要知道。还跟朱姬说了什么？你害得麦发了疯似的想冲出来，我差点控制不住。我之前跟朱姬谈过，要转换人格可以用离心力。可能我刚才说的话，对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。靳峰，对你也一样。你又想玩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麦为什么睡了17年？朱姬没办法回答我，你呢？要不我给你点提示？杨碧欣，他也离开了17年。2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怕妈妈那碗毒汤？不可能啊！他只是个人格，又不是想毒死他。如果是呢？是什么？如果当时看到杨碧欣下毒的人不是你呢？没有，这次我没有打架，我摔倒了。多吃一点，一会儿还有汤喝。哇，老妈今天那么好。我一直以为你失去这段记忆是因为朱姬替你承受，但是 Matt 出现推翻了我的想法。原来你真的没经历过，所以当时看到杨碧欣下毒的人不是你，是 Matt。
你的意思是麦解离出朱姬面对这件事？因为麦接受不了他看到的世界，所以衍生出朱姬，然后自己一直逃避，一直沉睡。那我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健身锻炼肌肉？是因为麦小时候经常被欺负，于是把你解离出来替他还击。所以每次杨碧心问麦有没有打架的时候，他都说没有，因为打架的人是你。所以你跟朱姬一样，只不过是一个人格。不可能，朱姬一直以来跟我说我才是主人格。那是因为朱姬衍生出来的时候，麦已经沉睡，所以才弄混了。你没发现你从小到大的记忆很模糊，很零碎吗？你想想，为什么朱姬解开了你跟杨碧心的心结之后，你们一家人终于在一起，但是他没有消失，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回来？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叶锦河，你也只是一个人格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总有一天会消失，你会灰飞烟灭。不可能！我知道这件事很难接受，你在撒谎！不知道怎么叫你，叶锦河！你在骗我！你这是想问我替你做什么事？拜托你别再霸占这个身体，让麦出来！你别胡说八道！你让麦出来好不好？不要胡说八道！赶紧让麦出来！闭嘴啊！韦医生，我好饿，带我去吃东西哦。麦。想不想以后可以很随心出去吃东西，想去哪就去哪？想啊。老婆婆，你要不要？哇，这么多手机啊！对啊，一共80几部，全部还可以用。那，你去前面那个路口，正好有回收手机的小摊。哦，没有坏吧？没有，都给你了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帮我装成猪鸡带我走，然后换我帮你。装成那个弱鸡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个地方有神级汉堡包，超厚。哦，我装它，快去吃。喂，我要怎么装？猪鸡它很怕冷，装成它要把领子竖起来，还要好像近视度数很深。我想送韦瑞杰回去啊。为什么？血字案没写完的血字。他妈妈本来叫谭玉仪，其实是这个仪字，但是他后来改了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发现。而且他还跟我说，那些尸体上的中文字，都是他妈妈曾经骂他的话。那第9根手指呢？他跟我说了很多故事，我还没消化，我要回去想想。先带他回去，看他还说什么。Sir， 我想请问一下，韦瑞杰一会儿会不会出来？你是谁啊？我的儿子是特案组的 Sir， 叫叶劲峰，我有事想跟他聊几句，我能不能在这里等他？没问题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叶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天气热，感觉不太舒服。妈咪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刚才呢太晒了，我觉得晕晕的。Sir 人很好，让我在车上歇一歇。谢谢你 Sir。谢谢。骗过聂山之后，我还有别的安排。万一遇到我老妈呢？第一，你不能叫她老妈；第二，不管你多想回嘴，你都不能回嘴，因为她最喜欢的人是永远不会回嘴的朱姬。切，我也不喜欢跟她回嘴，能选择的话，我宁愿跟老爸。你又忍不住了。总之你要记住，杨碧溪很难对付，他可以分辨得出你们3个人格。怎么样？韦瑞杰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有，不过我一会儿还要问话，继续问他。我昨天说的那个血字有没有说错？他们正在等我，我不方便透露案情啊。妈咪，你有没有中暑？有没有不舒服？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。叶 Sir， 要不你先带欣姐回去？不用了，我还没问完呢。工作吧。
聂桑，他是 Matt。师兄，前面好像堵车了。对呀，通常这段时间很少会堵车。他是重犯，我们谨慎一点，走另一条路。杰伊伯母，坐稳了。哎呀！叶 Sir， 没事吧？没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别动，快坐下。瑞杰，你别乱来啊！下车！搞什么呀？你怎么开车的？你没事吧？下车，快下车！你的病人在前面，他来接应我们的。你不是麦？麦没见过他。苏国成抱着充气娃娃跑了，顺天他们去追了。这一次我是输给朱姬的笔记分析，杨必新的老火汤，还是你的全盘计划？朱姬的笔记分析真的很精准。不过我听到你说要见的是苏国成，不是叶朗晴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我派人调查苏国成。我们发现苏国成除了有妄想症和孤僻症之外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就这样，我才觉得有问题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杨必新找我合作，我猜到你会叫 Matt 出来帮你逃跑，然后我才肯定苏国成是你逃跑计划中最重要的棋子。杰伊伯母，坐稳了。为什么你不提前抓住他？我这肯定跑不掉啊！因为我很好奇，我很想知道，一个精神科医生跟他的病人能想出什么好办法逃狱。但是最后我发现，他用几十部手机就成功让囚车更改路线之后，我觉得你们的头脑很不简单。为什么后来又放我们走了？我想看看还有什么人会过来帮你。不需要，有国成一个人就够了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到最后你们都抓不到他？是因为结衣。哪个结衣？充气娃娃，他一定会用尽所有方法保护他，不会让别人抢走的，抱着他跑。你很厉害，很了解人的想法，你真的很适合当我们特案组的顾问。
我找到你诊所那副人骨模型，相信是我们最重要的线索。他是不是谭玉仪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杀了你妈？谭玉仪？不要再提起这个名字，我不想再听到关于他的事。之前我杀的所有人，所有罪我都可以听你的认罪。我答应你当特案组的顾问，帮你找连环杀手。拜托，不要再跟我说关于他的事。马上让婉谦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检验这副骸骨。我把骸骨的涂层清除，检验之后，是真的人骨。而他的小手指的断口跟之前一直找不到的受害人的手指做过比对，完全吻合，确定是同一个人。确认死者的身份了吗？已经找到谭玉仪当年在政府医院的病历，从 X 光发现，他的骨盆曾经受伤，当时受的伤，跟这副骸骨已经愈合的一个旧伤口完全吻合。而根据医院记录，谭玉仪在1987年，就是韦瑞杰出生那一年3月22号，曾经去医院要求终止怀孕，但是因为怀孕周期超过24个星期，医院认为风险太高，拒绝替她做堕胎手术。翻查过警察部的资料，3月22号当晚，谭玉仪在她自己家的后楼梯摔倒，骨盆受伤进了医院。当时她没说什么，办案的同僚觉得没可疑，判定为意外。可能不是意外，因为谭玉仪一直都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孩子出生后又对她很差。这部分不需要记录，因为是我个人推测。你不想让韦瑞杰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么惨？他已经认罪了，接受法律制裁，要坐一辈子牢，没必要让他在精神上再受折磨。以后他替我们特案组办事，大家不要再提起这件事。聂 Sir， 韦瑞杰是重犯，你让他进特案组，问过处长了？他的案子在排期开庭，对于他当我们的顾问，应该没什么影响。况且处长答应了一个要求。这是很复杂的国际悬案，特案组本来就是你想出来的，我想交给你。好啊，我有个要求，用什么人由我决定，所有高层不可以干涉。你知道警队讲究权威和阶级，这种事是警察对警察说的，难道你要这样跟那些罪犯说？特案组就是特事特办。我懂，聂山，我信你。Thank you, sir。还没说完，我信你，直到我不信你为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处长也有底线，如果我们走错一步，以后就不会有特案组。聂 Sir， 我说的对不对？没有人比韦瑞杰更了解连环杀手的心理，我觉得他可以帮我们。这个电子手环24小时监控你的位置，明白吗？这么快正式当顾问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指挥中心讨论案件？有一个地方我想带你去。如果你想回答是，就想着打排球；如果你想回答不是，就想着唱生日歌。明白吗？能不能再试一次啊？我已经问了麦当星很多次，他还是完全没反应。能不能让我试试？燕星，你能不能听到？我之前每天过来念小说给你听。如果你听到，就想着打排球。你别逼他了，我不想燕星有危险。韦医生，麦德星为什么会这样？麦德星有可能是真的听不见，也有可能是心理问题，就是他根本不想听。你意思是他自己封闭自己？会不会跟他小时候的事有关？什么事？麦德星的童年很复杂，他曾经被最亲的人欺骗，
麦德星没跟你说过吗？这么说，麦德星不是很信任你。韦医生，你熟悉解离症，我有问题想请教你。人格是不是可以永远存在？有些人格会不会突然消失呢？江 Sir， 别太过分了。我说的是事实。你觉得跟一个随时会消失的人格在一起，会有将来吗？聂 Sir， 是。OK， 知道。聂 Sir 说收到 Parker 通知，断肢那边有最新消息。我跟朱姬要马上去马来西亚协助调查。马上过去。今晚的飞机。焦 Sir， 麻烦你能不能把这个放给燕星听？这是我为他写的小说。如果他有反应的话，你能不能马上通知我？麻烦你好好照顾他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好好照顾他。天就算很光，角落始終灰暗。再說笑，笑得多麼興奮，欠缺滿足感。夕照好，明知黃昏午夜將走近，誰會伴我開解我？隨往事記憶下沉。心常有聲響，也別走失方向。未痛過，幸福一天擁有，未會太欣賞。共每刻時光成長，我未放低我理想，而你共我很相似，才結伴變一生。